古罗马军团作为古代人类战争史上有名的两股强大势力之一，提起他们的远程武器，大伙儿想到的肯定不是弓箭、投石索，而是大名鼎鼎的皮鲁姆重标枪。皮鲁姆重标枪英文是 Pilum， 是古罗马人曾经制霸地中海的头号武器。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古罗马人把皮鲁姆重标枪送给死敌日耳曼人来打自己呢？皮鲁姆是古罗马军团专用的标枪，跟罗马短剑、匕首、罗马方盾一同作为军团士兵的制式兵器。皮鲁姆只是一个泛称，当中包括了罗马横跨数百年的多种重标枪，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长距离用，一种短距离用。伴随罗马帝国日益强大，皮鲁姆也被一步步的改进，来适应新的战术变化。最常见的制式皮鲁姆重标枪长度约为2米，铁杆连同枪尖约为60厘米长，铁杆直径7毫米，比枪头还细，重量远比普通标枪重，都是根据不同时期及用途而定，大致范围在于 0.9 到 2.3 公斤。比如在马略军改时代，皮鲁姆原先固定金属和木质部分的2个铁楔子被改成一木一铁。到了凯撒征服高卢时期，前端细长的金属杆被要求使用硬度较低的普通钢制作，使其在命中目标后更容易弯曲变形。到了共和国末期，标枪本身还被加上了额外的铅球来加强标枪威力，使其射程能最远达到30多米，有效射程为15米之内。有人可能就会发问了，这不是瞎改吗？投掷距离被大大缩减不说，用起来不是更加费力吗？其实不然，皮鲁姆之所以进行不同时期的修改，是因为这与罗马人的战术和国力有关。为了方便在密集的队形中进行刺杀，罗马人会为大部分士兵配发短剑，但使用短剑的代价就是更容易在对抗骑兵和使用长武器的敌人时吃亏。而在罗马的敌人中，又不乏可以大量武装重骑兵和长枪方阵的势力，如果还未近身便送掉小命，无论在战术效能还是士兵心理方面，都是不能让人接受的。所以罗马人开始为士兵配备标枪。皮鲁姆重标枪最帅的地方是它拥有极强的穿透力，能让盾牌无效化，以及能当步兵的战矛。在当时的战场上，并不是所有士兵都能分配到护甲做保护的，大多数士兵都只能持盾，用来进行主要的防护。而皮鲁姆重标枪在设计上就具有优异的穿透能力，直接使其成为破盾利器。一般的标枪枪身一般比短小的枪头粗，所以通常只会卡在盾牌表面，比较容易被对方移除。但皮鲁姆重标枪比一般标枪更长更重，虽然射程较短，但却大大加强了打击威力。在击中目标时，整支标枪的重量会集中在棱形细尖枪头上，轻易地在目标上击出破洞，然后比枪尖更为细小的铁细杆便能够顺势而入，击中目标，造成成吨的伤害。并且皮鲁姆重标枪的结构和材料还被设计成容易折断的性质，这样一来，标枪命中目标后，既可以悬挂在目标上面，又不容易被敌人拔出。皮鲁姆重标枪由于自重较大，被2支甚至更多的标枪命中后，就能以重量妨碍敌人继续使用盾牌。这对于身披重甲或使用盾牌组成密集阵的对手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也是罗马军总是必胜的原因之一。罗马士兵的标准战术是在冲锋前先掷出一支标枪，再持盾牌逼近，并以罗马短剑应战。想象一下，敌方士兵在接战前盾牌突然被绊住，罗马士兵距离自己只有10多米，根本没可能有足够时间去拔出标枪。如此情况下，他们要不就继续持盾，但代价是自身活动能力将会大减，部队阵型将会变得松散；要不就抛弃手中盾牌，但将面对手持盾牌的罗马士兵，无论是哪个选择，罗马士兵都能占尽优势。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人的战术特点和士兵定位也悄然发生着改变。重装步兵不再是军队的核心，更加快速灵活的骑兵开始取而代之，再加上边境吃紧，也让战斗逐渐演变成更多的突袭和小规模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占据过多后勤资源而又只为旧战术服务的皮鲁姆重标枪就显得不合时宜。不过皮鲁姆重标枪并没有直接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日耳曼人广泛使用，并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别布拉。为什么日耳曼人要拾起罗马人抛弃的武器呢？简单一点，就是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公元3到4世纪的日耳曼军队尽管开始发展骑兵力量，但大部分部落还以崇尚突击和肉搏的步兵为绝对主力。
那些部落中的精锐武士就和曾经的罗马军团一样，对自身的勇武充满了自信。由于本身就是所处社会内的精英，所以有着类似之前帝国公民的地位和自我要求。结果，擅长组织并突破敌人防御的重标枪就变成了他们的首选。至于皮鲁姆标枪存在的缺点，这些对日耳曼人来说一点也不成问题，因为他们没有罗马人那样繁多的辎重和盔甲装备，仅仅是2到3根沉重些的标枪，完全可以由身强体壮的战士背负。再加上了解你的永远是你的敌人，他们都对彼此的武器十分了解，因此可以对复杂的结构做出相应的简化处理。甚至在战争中逃亡到日耳曼地区的罗马人，还会传授和帮助他们进行生产制作。这样的武器选择不但没有影响日耳曼人传统战术的选择，而且还为其增加了许多战术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对于古罗马显得格外沉重。罗马士兵曾经用皮鲁姆重标枪对付敌人的方阵步兵和重骑兵，现在轮到日耳曼武士用皮鲁姆重标枪来击破罗马人的方阵和重骑兵。这个变化本身就是罗马军事实力衰退乃至帝国传统社会解体的细节写照。直到公元6世纪初，坚持以步兵为主的法兰克精英武士还在使用这种古老的罗马式标枪，只不过它的名字换成了日耳曼式的安贡。此后，皮鲁姆重标枪便彻底消失在历史之中。法兰克人也逐渐发展自己的骑兵武士文化，并将大部分步兵降格为军队里的辅助力量。皮鲁姆重标枪也因不适合骑手携带，便失去了最后的生存空间。尽管标枪在世界各地还有很长的使用期限，但已经没有一个文明的精英部队会给成员使用标枪作为主要武器了。皮鲁姆重标枪也就成为了古典时代的一种军事文化绝唱。你觉得皮鲁姆重标枪是古罗马军团制霸地中海的原因之一吗？你喜欢这款曾经的经典吗？欢迎留下你的看法。探秘冷兵器，揭开神秘面纱。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